知道吗？老三国花絮其实是孙权带回来的。那时候条件有限，整个剧组里就只有孙权的扮演者吴晓东赶时髦，揣了一台相机，才有了我们最近看到的30多年前的新花絮。哪个地方风大，哪个地方偏僻，那三国剧组肯定到那个地方去，因为只有那个地方，他才能够把这个战旗飘起来，才能够看不见后边的电线杆子。只是当年看《三国演义》丞相过世的时候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现在你放花絮告诉我，你们在片场打牌贴得满脸胡子是吗？这戏里戏外差别也太大了。有时候我也很好奇，这些老艺术家们是怎么做到演绎一个和自己风格迥异的角色的。陆树铭演的关二爷，戏里是刮骨疗毒都面不改色、眉头不皱一下的硬汉，可戏外摔伤后抽淤血，却被一个针管制裁的哇哇大叫。还有李静飞演的张飞，戏里是性格火爆、嗓门洪亮，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，戏外却是整个剧组最松弛的人。花絮里能看到，休息时间他直接往城墙根一躺，不管地上脏不脏，裹着外套就睡懒觉。甚至他闲下来的时候，还会主动给剧组的大家伙做饭，妥妥的剧组暖心大哥。李静飞的朋友曾经评价他内心纯洁的如同一个孩童。当我看到花絮里李静飞把女儿探班送给他的小野花别在码头上，我才体会到了这句话有多么写实。他们打牌的时候，戏里戏外的反差更有冲击力。戏里人和的大爷，戏外斤斤计较；稳重的二爷大吵大闹，五大三粗的三爷不急不躁，运筹帷幄的智囊宰相却输得最惨。还有蒋凯演的郭嘉，戏里是足智多谋、温文尔雅的谋士，戏外却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。以及孙权，没想到摘了胡子之后还是个小鲜肉。这群人戏里是针锋相对的英雄豪杰，戏外却是互帮互助的一家人。我们知道《三国演义》其实有2版，但是为什么大家对新旧2版的评价截然不同呢？是因为老三国更有情怀吗？看完花絮就知道，是因为老三国整个剧组不计得失的付出，而这一切都要从当时的拍摄背景说起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央视决定拍《三国演义》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大工程，没有特效加持，没有高额资金，甚至连像样的拍摄设备都很少。而且《三国演义》作为经典名著，观众期待极高，拍不好就是千古罪人。为了还原最真实的三国，剧组立下规矩，不敷衍，不糊弄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极致。整部剧拍了整整5年，辗转全国14个省市取景，从寒冬拍到酷暑，从平原拍到深山，不管条件多艰苦，都没人中途退出。那时候没有绿幕抠图，所有战争戏都是实景拍摄。火烧赤壁那场戏用了2500名解放军战士当群众演员，搭建的帐篷都是真实的。航拍只有1次机会，因为大火烧完就没了。导演蔡晓晴顶着压力，一遍就拍成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。演员们的付出更是让人动容。陆树铭为了演好关羽，不仅要练骑马、练刀法，还要刻意改变自己的语气，每天对着镜子练丹凤眼，哪怕眼睛酸得流泪也不放弃。拍戏时马受惊摔下来，腿磕得青紫，抽淤血时疼得直叫，休息2天就又上马拍戏。唐国强为了贴合诸葛亮的形象，每天背大量古文台词，在大太阳底下穿着厚厚的戏服，反复琢磨语气，哪怕中暑也只是休息一会儿，就立刻回到片场。因为是古装剧，而且那个年代条件有限，妆造需要的胡子都是要用胶水粘在脸上的，卸的时候只能用酒精卸。主演们都深受其害，过敏反应从来没有消停过，有时候卸完妆脸上还会起泡。那不是曹老板就在卸妆的时候对着化妆师愤愤不平。不是，你看，是起泡。剧组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拼，就说总美术师何宝通在场景和道具上那是真耗了不少心思。为了还原三国时期的建筑风貌和服饰细节，他天天泡在古籍和史料里，一门心思收集研究相关资料，半点不敢敷衍。这部剧最大的单项投资就是专门为拍摄搭建的无锡三国城，里面的吴王宫、甘露寺等建筑都是照着史料1比1还原的，而铜雀台特意放在涿州影视城搭建，各有侧重。另外，奠定三国版图的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夷陵之战，拍戏时还用上了大量仿真模型，就是为了让战场场景更具真实感。以及导演张少林为了拍好冰渡如水，带头脱光衣服下水，陪着500名演员在又凉又脏的水里反复拍摄。很多人拍完都感冒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抱怨。而且当时整个剧组的待遇都特别低，普通演员一集只有150块左右，最高的也才225块，比起当时市场上的片酬差了一大截。可没有一个人计较，大家眼里只有怎么把这部戏拍好。看完94版三国剧组的付出，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年轻演员，真的让人忍不住感慨。30多年前，那群老艺术家拿着微薄的片酬，在艰苦的环境里拍了5年，反复打磨细节，哪怕是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，都要做到最好。当时他们怕的不是辛苦，是对不起角色，对不起观众，对不起这部经典名著。可现在的一些年轻演员，铠甲油亮，布景堂皇，片酬动辄上亿，却屡屡让人失望。
我们就说这些花絮里，哪怕是用来配音的老演员们，他们也是声音洪亮，咬字清晰，让我们不用看弹幕就知道在说什么。用了配音，也只是让声线更贴合角色而已。现在的很多演员明明是从事这个职业，却吐字不清，虚浮无力，甚至带口音，普通话都不标准。早些年配音盛行，倒是没让人发现这个问题。倒是现在，既然提倡用人声，好歹也去学习深造一下吧。还有年轻演员拍骑马戏不敢真骑，要么用替身，要么坐在道具马上摆姿势。拍哭戏挤不出眼泪，就靠眼药水，一个镜头拍2、3遍就嫌累，拍几天就忙着串组，根本没时间琢磨角色，眼里只有流量和热度。而老三国的这些老艺术家们，每个人骑马都是真骑啊！以及剧情里刘备有很多哭戏，剧组给饰演刘备的孙燕姿老师准备了眼药水，可是他一次都没有用过，完全是靠自己的情感代入来推动情绪。老艺术家们拍戏拼的是实力，是热爱，是对职业的敬畏。而现在有些年轻演员拼的是流量，是颜值，是片酬。有时候我还真的很庆幸4大名著在那个年代已经都拍完了，不然哪里还会有现在我们无数次重刷的经典呢？